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天下无敌啊！为什么自作主张？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一营的主力拉走，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让整个396旅都成了笑话？你问我为什么？行，我告诉你，因为这场仗从头到尾就打得一塌糊涂，一把好牌打得稀巴烂，敌军指挥中心主力大部分兵力被我们摧毁，我们不但不趁着优势将对方一举拿下，反而跑去玉皇里跟人家拼消耗，有这么打仗的吗？我承认我的判断有错误，但导致这场仗失败的人不是我，你不要在这狡辩。吴子健，你和我之前的个人恩怨，以前你做的所有的一切，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自己犯了错误，还在这推卸责任，还在这里狡辩，还在这里诋毁索夫旅长，这不行！我没有想诋毁谁，我也没想推卸责任，我说的是事实。你以为你是谁？啊，吴子健，你以为你是谁？部队是一个人的吗？怎么着？396旅容不下你？你能耐大，想往上爬是吗？那我告诉你，只要有我江胜强在，你就别想得逞。396旅谁是王牌，咱冲着瞧。马司令员，通知基地参加导调的人员，今天晚上谁都不许休息，把演习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分门别类梳理清楚。明天讲不到点子上，有的人不会服气的。好，还有，明天在整个复盘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关键的节点，由负责导调的同志现场还原。对，这样好，既减少了写材料的麻烦，又能把问题讲得透彻，针对性大大增强。演习报告写的怎么样了？军首长放心，今夜一定成片，明天一早送你审阅。数据一定要清晰准确，立得住。是。姐，关于明天的复盘，我们需不需要做些说明和解释？都让人活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哎，情绪别那么大嘛。这次演习啊，好事坏事，焦点啊，几乎都集中在了一营。但我总感觉对于郭子健他这些……别跟我提郭子健。郭子健在这次演习中，就是一颗老鼠屎。哎，严重了啊！严重吗？他要不是擅离岗位，我能被他们活捉？满脑子个人主义，满脑子出名挂号。老索，你被俘虏，我也有责任，但归罪于郭子健，也太牵强了吧？牵强？政委，你好好想一想。打击黄石岭之后，我跟参谋长没有给他下任何命令。围攻玉皇岭的时候，我心想着这小子善于剑走偏锋，所以指挥上我就多留了一点空间，好嘛，把整个一营的骨干全给我拉走了，要端蓝军指挥部，我的指挥部无人可保了。指挥所遇袭，主要还在于龙远山主动牺牲了一个直升机编队，骗过了江胜强。别说郭子健他不在，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无法扭转战局啊！无法扭转？谁说无法扭转？如果他及时回防的话，至少能给咱们指挥中心争取撤离的时间。不是他，你看人家啊，为了保卫指挥中心，自我牺牲，他呢，啊，让指挥员给他做炮灰，
什么玩意儿？改天我管他叫首长，不对，管他叫爹。你说是吧？哪有这么干的？我们作为旅领导，姿态应该再高一些。你觉得我不够高吗？我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在郭子健面前姿态还不够高啊！你看看他知道好歹吗？我看，刘科长对他的评价很准确，很中肯。太自私，太重个人名利。老苏啊，仗打输了谁都不好受，但我们对事不对人。我感觉，你对郭子健的误解还是有点深，没转过弯来。我不想转这个弯儿，我供不起这尊佛。不是你，灵狐，村长，今天你们表现不错，给咱一营长了脸，到时候叫上你们班长，我单独给你们庆功。班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政委，我要请假。都知道了，我正准备开会宣布这件事呢。请政委批我假，我要马上去医院。演习导演部啊，已经派直升飞机护送吴东胜去189医院了。再说了，你明天还要开讲评会，不能缺席。我一定在讲评会之前赶回来。开会。政委，开完会再走。同志们，演习虽然结束了，但我们396旅的仗才刚刚开始。现在把大家召集起来，不是总结，也不是讲评。第一呢，是提醒大家注意部队情绪波动，尤其是政工干部，一定要担起责任，不要让士气落下去。第二，是提醒大家，每一个干部啊，都要把眼睛睁大了瞪圆喽。第三，要求每位带兵人，演习结束，谁也不能说怪话、发牢骚，尤其是不能讲不负责任的话。如果发现类似情况，党委绝不姑息，一定严肃处理。下面有一个情况通报：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在赴黄石岭地域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生车辆事故，目前已送医院治疗。特此通报。郭子健，这么远的山路，你怎么赶得回来？郭子健，你是一营营长，能不能冷静一点啊？吴东胜的任务是我派的，我必须去。注意安全，快去返回。病人右腿受伤严重，失血过多。虽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但他的腿
恐怕保不住了。就跟你打的那次演习，俺觉得那才叫真打仗。所以，俺现在好像有方向了。俺觉得，俺就是要当一个在战场上打硬仗的老兵。吴东升怎么样了？老三，我要给吴东升请功。吴东升率领侦察小队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打击目标，士气是立得住的。等总军会结束，我会搜集好所有材料，第一时间上报，这你放心。还有就是关于蒋平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先给你提个醒。无论到最后，给我们一营，还有你个人是什么样的评语，甚至很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处罚意见。我希望你都要冷静，千万不能冲动，一定要态度好。毕竟吴东升的事儿还没有定性，而且我们在这次指挥上有打擦边球之嫌，无论哪一样被上纲上线，最后都没有好果子吃，知道吗？营长，肖大员，开会时间到了。经过导条组同志的反复梳理，最终确认，黄石岭一战由红方一营对蓝方指挥所的精确打击不成立，所以先前之于蓝方战损的判定同样也不成立。我觉得可以说得更直接一点，这就是作弊。红方所谓的精确打击，其实是红方侦察员违背了演习纪律的一次作弊行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红方精确打击的坐标是红方侦察员已经确认解除了随身的电子设备之后，以违规的方式发布的。先听听再说。这不是往咱们营脸上抹黑吗？一定是蓝军吃了大亏，在捣鬼。别火，干脆你们直接去现场，向首长们讲清楚。是啊，否则吴班长不就白受伤了吗？是啊，快去啊！快去啊！快去！准备好了。这是我们当时跟随红方一营侦察班行动拍摄到的视频素材。请注意，这是蓝军小组抓获红军侦察小组的时间为6时56分，请看视频画面。当时所有红方队员携带的作战装备以及随身的各种器具，包括电子设备，都已经全部被蓝方收缴。按照演习纪律，此时红方侦察人员应该退出战斗。但是6时58分，红方侦察班班长吴东胜突发意外，为了抢救战友，蓝军反侦察小组组长杨茂林呼叫在场所有人员抬车。后来经导条组核查，红方一营指挥所接收到信息的时间为当日6时59分04秒，而这中间的1分多钟时间差，恰恰就是吴东胜同志突发车辆事故所需要营救的时间。当时蓝方所有在场人员均赶去抬车救人，但是这个救人现场却唯独缺少了红方侦察班副班长林一虎的身影。那么红方副班长林一虎在哪儿呢？导条组事后从红方一营指挥所接收到信息的落款编号看，这个编号正是林一虎所携带的手持机。
所以，综合各种事实，林一虎正是利用了大家去抢救吴东胜的时机，将本已被俘上缴的北斗装备重新使用，并且发送了信息，属于严重违规。综合各种事实，林一虎正是利用了大家去抢救吴东胜的时机，将本已被俘上缴的北斗装备重新使用，并且发送了信息，属于严重违规。下面有请演习总导演、总指挥集团军梁北华副军长讲话。掌声很热烈啊，但是我觉得很刺耳。今天是演习的总结，我在这里只谈问题，不搞表扬。说心里话，对这次演习我一开始还是充满期待的，想着通过这次演习，对我们训练转型能够吸取非常丰富的营养。但是，红蓝双方刚一交手，我的期望就大打折扣了。现在看来，营养是有，但是营养不良。刚才导调组的同志就演习的各个节点进行了复盘，说的都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事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演习场上，从头至尾，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功利之风，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搞什么名堂？如果这样的话，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如何担负起陆军转型的任务和使命？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未来陆军将会在什么样的战场上与敌作战？但是我想，不管什么战场，像这次演习当中反复争夺玉皇鼎的战斗，今后将很难遇到。同志们啊，演习之初，我给红蓝双方配备了无人机，还有一些智能的设备。但是，在整个演习的过程中，双方都只是做了点缀式的、辅助式的使用，真是让人失望啊！我就想问一问，为什么心智战斗力量的使用，在演习中没有精彩的表现？信息对抗的要素在哪里？同志们，你们回营房之后，好好的自我检讨，好好的自我总结。届时，集团军将会组织专题研讨，同时会邀请国防大学的专家学者到现场答疑解惑，去伪存真。是这样，除了参加演习的部队之外，电视电话系统连接的其他部队，目前已经关闭了。也就是说，从现在起，都是咱们参加演习的自己人了。都听见了吗？现在屋里没外人，都是自己人。有趣的叫屈，有冤的申冤，憋都憋在心里。谁先说啊？报告，红军第一营长郭子健请求发言。说。各位首长，实际上，在侦察小组出发之前，我就已经把这片区域判定为蓝军指挥所所在地，并且已经安排所属部队对那片区域随时准备打击。郭营长，我们有录像证实，你当时确实准备以此区域为主攻点。然而，一，你缺乏精准打击坐标；
2，你没有具体目标信息；3，你并未下定最后决心。正因如此，你才会派出侦察小组先行探路认证。然而实际上，早在吴东胜小组到达之前，集团军配属给红方的侦察分队就已经到过现场。虽然他们也是应你的要求才由吕领导派遣前往，但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全部被俘，甚至连一条联络信息都没有发回。那要照你的意思，没有侦察小组的信息，对黄石岭的战斗就不打了吗？关营长，据导调人员核实，你确实已经集结了力量，准备对黄石岭实施打击，但是最后能让你形成决心并付诸行动，还能取得如此之好的打击效果，就是因为林一虎发来的精准坐标与打击目标。那只是你的个人主观推理。恰恰相反，作为导调人员，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指挥员的战场决策就一文不值吗？任何决策都必须来源于情报与信息，而决策的成败与否，更是需要精确的信息提供支持。这一规律以前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也将一直如此。这位梁参谋还真是留情不认了。郭子健也是自作自受啊。讲得好！这次演习啊，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合成。这个词从字里到字面，到底是什么含义？我希望红军回去之后，仔细的想清楚。尤其是合成单位，如果你们连这个都想不清楚的话，以后你们的仗只会打成一锅烂粥。会议结束以后，红蓝双方回去各自总结。基地的同志们也会根据你们提出的合理化意见，进行深度复盘。记住啊，胜负不是目的，如何提高战斗力才是关键。散会。下令。康政委，那我们就先带回了。396旅的官兵们，我们蓝军是你们的磨刀石，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希望从今以后，你们能够越战越强。团长，到，唱支歌，鼓舞士气。是。司令、四队都有了。说得就得，说得就成，每天手中响，得手有大，要对准来，后有的人，上心等等。要不然我先撤撤。去。
同志们啊，我康伯平活了这么大岁数，第一次不敢出门了。郭子健，进入演习区域之后，你处处和指挥决策中心不合拍，处处表现你一个军事指挥硕士、院校机关参谋的派头，是吧？我旅指挥所的每一个命令都入不了你的法眼。你要是真有本事，我索建安佩服。你看看你这些事儿啊，哪一件不是贾生咽不下的烂饼子？我可以告诉你，就冲你不听指挥一条，我就能撤了你的职。侦察班长吴东升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不请示？为什么不汇报？现在伤势严重，这么大的事故，你不知道反省吗？你不知道总结一下责任教训吗？当着首长的面，你干什么？胡搅蛮缠！郭子健，你想自我作秀可以，别拉着大家一块儿丢人。你不要，我还要脸。左代旅长，您今天说的所有问题，我全认。这次演习出了这么大事故，我郭子健不会当缩头乌龟。吴东胜的事儿，完全是我一意孤行，与任何人无关。要转要撤，无论是什么处分，我都接受。首长，这次对郭子健来说应该打击不小。您说他会不会一蹶不振啊？报告。396旅拿过来的情况通报，征求我们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他们怎么说？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集团军机关是不是也应该拿点意见？我们应该拿什么意见呢？都安排好了。啊，好了，车辆、装备等一系列安全检查都已经完毕了，咱们明天一早就可以返程了。哎，王远，怎么了？你说今天会上，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过分了？有吗？没有啊。他郭子健今天都这样了，如果还不给他处分，那我第一个不答应。别说我了，咱全旅官兵都不答应。范言之，我倒认为您啊骂得对，解气。那换作是我也骂他不要脸。我骂他不要脸？您忘了？你胡扯！我能说出那么没水平的话吗？我说你不要，我还要脸呢。哥，这不一个意思吗？也是。哎呀，不管怎么样，对他的处理意见，还是再等等吧。啊？还等？还等啥呀？等集团军领导的意见。不是，索副旅长，他之前是个代职没错，但是这次演习之前，他的任命是直接下到咱们旅里头的。那也就是说，他就是咱们旅的人啊，咱们自己处理自己人，还要看这么多脸色。这人家是大机关来的，人小辈分高，懂个屁你！再说了，年轻人嘛，难免犯错误。处分那是为了教育他，不能一竿子打死啊！要是太严重了，那会影响他一辈子的前程的。您啊，永远都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郭子健在步兵学院是一个优秀的参谋，也是我梁北华看中的人才，是我放到一营当营长的。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为他开脱的理由。首长说的是，你说这个混小子啊，当着全旅的面跟领导甩脸撂挑子，太任性了。指挥员是可以有个性的，保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在原则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讲。我已经签字了，郭子健属于396旅，集团军机关绝对不会干涉396旅党委对他的任何处置。那您就这么让他硬扛？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扶持，但是关键的几步路，还得靠他自己迈过去。梁才，你干嘛呢？怎么连饭都不吃啊？你还在看一营的数据啊？我想检查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错漏。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情况又很复杂。那你查出什么了吗？没有。要我说，就是这个郭子健太自大了。他第一回准确猜出蓝军指挥所的位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第二次才会那么想当然。再说了，你说枪打出头鸟，他总跟指挥所对着干，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柯营长，郭营长，能跟你单独聊聊吗？我还有事，我先走。吓死我了，吓死我了！真是背后不能说人坏话。他导条的结论是不是已经确定，无法更改了？是。吴东胜的腿，他以后可能无法继续留在部队了。这件事事关他以后的待遇，所以我想请求你重新核查一下所有数据。我已经复核过了，很抱歉，但事实就是事实。
盯这么紧，是怕我想不开吗？你有什么想不开的？我看你是最能想得开的。我之前是怎么嘱咐你的？我让你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可以触怒。你自己是怎么做的？这事我忍了，态度好了就能过得去吗？那你想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大不了转业。郭子健，我可以理解你，但是你说这些话是一营营长应该说的话吗？行了，明天就要回营，赶紧回去准备吧。明玉虎留下，其他人带回。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趴吧走。我们俩来一把。不是憋着气吗？朝我这发，起来！营长，对不起。命令是我下的，有什么对不起的？我当时就想着要把班长说的信号发出去，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救他。行了，知道错以后就改，下回动手之前，先动动脑子。是，知道了。怎么样？想开了吗？想开了。有丢人吗？营长，你比我还丢人呢。想再摔一轮是吧？不敢了，这你让着我。吴东胜的情况就是这样，腿是保不住了，而且马上要做手术。行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要往前看，想办法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尤其是你郭子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要是再干出什么不计后果的事情来，结果可就不好说了。啊？知道了，政委。啊，有件事啊，你们回去准备一下。吴东胜明天做手术，需要大量的新鲜血液。医院这几天刚好有几个大手术，血库存血出现不足。我和医院联系过了，让一营出几名战士和干部，给吴东胜献血。医院的同志今天晚到。
给大家验验血。你们回去以后组织好。放心吧，政委。行了，回去了。小三，给吴东胜请功的事怎么样了？其实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这讲评会一开，侦查班的功劳就变成违规了，所以这事儿现在就变得难办了。再难也得办。他腿要真没了，离开部队以后他怎么生活？放心，吴东胜出了这么大事儿，这材料我无论如何也得交上去，我会尽有全力的。风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冷与暖曾交织的旧里，远方和故乡，繁华与孤寂都不会容易。一年一岁，一朝又一夕，愿追赶之后相识与相遇，无法触及却不忍舍弃，化作漫长的期许。一点一滴，一次又一句，愿人还能相知也相惜。昨日一去，而明日再续，你说是否可以？一山一水，一城又一里，愿风雨之后相伴亦相聚，无需刻意，却不能忘记，化作漫长的寻觅。一草一木，一我又一你，愿时光能相忘也相依。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你说都会铭记。